你的手机正在监听你。刚聊完肚脐贴，广告就推到眼前，这绝非你的错觉，也并非巧合，它是在我们身边真实上演的一场规模空前庞大的数位窃听风暴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周末与朋友聚餐，刚在餐桌上聊起想去泰国旅游，下一秒打开购物 APP， 首页就充斥着普吉岛酒店和旅行攻略。家里老人提到某种保健品，很快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相关广告，甚至夫妻间私密的转化为婴幼儿产品的精准。这种读心术般的体验，既令人震惊，更令人不寒而栗。我们的手机，这个最亲密的器官，难道真的在7×24小时的偷听我们说话吗？真相远比简单的麦克风监听更为复杂精密。第一部分，监听的真相，一个多维度的数位幽灵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打破一个迷思，科技公司未必需要，也未必在透过麦克风持续录音并上传你的每一句对话，这样做效率低下，法律风险极高。真正的监听是一个透过多维度资料交叉分析，为你建立一个数位克隆体的过程。你的行为才是最真实的供词，相较于你飘忽不定的言语，你的行为数据更可靠。当你聊起肚脐贴时，系统可能早已透过以下方式预判了你的需求。搜寻记录，你前几天是否在搜寻引擎或电商平台模糊地搜寻过减肥、失眠、肠胃不适？这些行为已经为你贴上了健康焦虑的标签。社交互动，你在微信群组、朋友圈是否按赞或评论过朋友相关的养生分享？你是否追踪了某个中医养生部落客？地点资讯，你的 GPS 数据显示你曾频繁出入中药局或物理治疗馆。跨 APP 数据共享，你在一个健康 APP 里记录了睡眠问题，这条数据可能透过数据经纪人或被嵌入的 SDK 软体开发工具包与其他数据合并，最终得出此用户可能对传统养生疗法感兴趣的结论。因此，当你开口谈论时，你只不过是在一个精准预测的时间点，口头确认了系统早已得出的推论。广告的适时出现是数据分析链的最后一环，而非第一环。现实案例，从地毯到婴儿床的精准预言，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美国零售巨头 Target。 透过分析女性的购物记录，如无味乳液、营养补充剂等， Target 建立了一个怀孕预测模型，并能相当准确地预估顾客的预产期。据此，他们向一位还在读高中的女孩寄送了婴儿用品的优惠券。愤怒的父亲找到门店投诉，事后才震惊地发现女儿确实已经怀孕。这个案例完美地揭示了，即使你从未说过一个字，你的数位足迹也早已将你和盘托出。当麦克风真的参与时，合法的启动。在某些特定场景下，麦克风确实会被启动。例如，当你对着手机说 Hey Siri 或小爱同学时，或在语音输入法中按下麦克风按钮，这些语音资料会被上传用于优化服务。更隐秘的是，一些 APP 会要求音频权限，理由是用于视频配音或语音识别功能，但背后是否在监听环境音，以捕捉关键字如旅游、买车、装修，则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。一项 MIT 的研究表明，透过分析手机麦克风收集的背景环境音，完全可以推断出使用者的情绪状态，甚至日常活动。第二部分，如何筑起你的数位防火墙？从被动到主动。面对这个无所不在的数位幽灵，我们并非无能为力。以下是一套从基础到进阶的防御策略。权限管理，守住第一道门治标，严格审查麦克风、位置、相机权限，在手机设定中逐一检查 APP 的权限。对于绝大多数社交、购物、工具类 APP， 果断关闭其麦克风存取权限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听到你的对话。限制广告追踪， iOS 用户前往设定隐私与安全性追踪，关闭允许 APP 请求追踪。安卓用户进入设定 Google 广告，开启退出个人化广告。定期清理 cookies 与快取，这能在某种程度上打断平台对你短期行为的持续追踪。行为改变，釜底抽薪之策治本。拥抱数位最小主义，非必要的 APP 不安装，尤其是那些功能单一、来源不明的小众 APP。
多用手机的浏览器、网页版取代功能单一的 APP。学习说谎，在非必要实名制的平台使用虚拟资讯注册。在填写使用者兴趣标签时，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不相关的内容，干扰使用者画像。善用分身或隐私模式，进行敏感资讯搜寻时，使用浏览器的无痕模式。有条件的用户可以使用备用手机或工作生活手机分离，将核心社交与娱乐、购物活动隔离。3. 技术工具，升级你的防御进阶。使用可信任的 VPN 服务。VPN 可以加密你的网络流量，防止本地网络服务供应商 ISP 窥探你的上网行为。关注隐私保护搜寻引擎和浏览器，如 DuckDuckGo、Brave 浏览器等，它们预设会阻止追踪器，不记录你的搜寻记录。检视 APP 隐私标签，在安装前花1分钟阅读 App Store 提供的隐私标签，以了解它可能收集的资料类型。结论，在便利与隐私的赛局中重夺掌控权。刚聊完就推播的惊悚体验，是这个时代便利性的阴暗面。我们享受个人化服务的同时，也交出了部分自我。这场博弈的核心，并非要我们彻底回归原始，而是要求我们从一个被动的数据奶牛，转变为一个清醒的、主动的数位公民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个人资料是21世纪最宝贵的资产，保护隐私不再是一种技术操作，而是一种现代生存技能。透过有意识的管理和行动，我们或许无法完全从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中消失，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从一个清晰透明的靶子，重新变回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，在数字世界中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片不容侵犯的私域。